幻象系列战机是法国崇尚自由的代表，其家族从幻象3开始，凭借高可靠性和极高的性价比畅销世界各地，即有幻象3、幻象5以及幻象2000、幻象4000这种无尾三角翼战机，又有如幻象4这种看似战斗机的轰炸机。但就在这样一个家族里，居然诞生了幻象 F1这个老实人，他采用最常规的后掠翼加平尾设计气动布局，却做出了最耀眼的成绩，连续击落 F14熊猫，击毁美国军舰拦截米格21，被视为家族另类的幻象 F1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本期火力军就和大家一起看看他的精彩故事。幻象3尚未在第3次中东战争一战成名前，它的大后掠角三角翼机翼所带来的起降速度高、滑跑距离长的弱点就已被法国空军所熟悉。为了追求最佳的勤务效率以及最宽泛的灵活性，法国达索公司就开启了新幻象战机的研发。经过惨烈的竞争后，最终只有保守的幻象 F1得以存活。首先，法国空军给研制的幻象战机下了一个硬指标，即幻象3的后继机种必须采用当时刚兴起不久的变后掠翼或垂直起降技术，以应对逐渐强盛的苏联。就这样，幻象 F1迎来了包括幻象 F2、幻象 F3以及幻象 G 的竞争对手。其中，幻象 F2的登场，按理说至少要早于幻象 F1。1963年，法国空军制定了新战机的规格，要求其具备全天候超音速拦截能力，且能够在简易跑道上以低于2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降落。同年11月21日，达索公司获得了幻象 3F 原型机的开发合同，其计划配备 TF106 喷气发动机、高升阻比的后掠翼和襟翼，并首次在机身下部安装了稳定器，来满足法国空军设计要求。1964年初，达索开始设计幻象 3F， 紧接着就推出了次型幻象 3F2， 后来改称幻象 F2。这是一款双座攻击战斗机。1965年时，法国空军订购了3架幻象 F2 原型机，并成功于1966年6月12日进行了首飞。此时搭载了还是一台普惠 TF30 涡扇发动机。到了同年第2次试飞，幻象 F2 换装 Snake 马 TF306 发动机，使速度达到了2马赫，并在480米的距离上成功着陆。只可惜达索公司评估后认为幻象 F2 过于复杂，成本过高而被放弃。幻象 F1的第2个对手幻象 F3，由法国空军将幻象 F2 改装成截击机的想法而诞生。该型号属于单座战机，搭载了一台 TF306 发动机。不过最终因其昂贵的价格和法国空军需求的改变，导致幻象 F3 并没有完成设计。到了此时，幻象 F1就只剩下幻象 G 这一个对手。幻象 G 并非为法国空军研制，而是海军的一款可变掠翼舰载战斗机，同样也是达索公司的第一架可变掠翼飞机。其原型机搭载了 TF306 涡扇发动机，于1967年11月18日完成首飞。尽管幻象 G 的试飞表现还不错，但它最终没有获得任何订单，于1968年取消。它的衍生型号有2种，分别为幻象 G4 和幻象 G8。前者是一款双发双座战机，曾在1968年获得了2架原型机订单，将搭载阿塔 9K50 涡喷发动机。只是在建造第1架原型机的过程中，这次被转换为了 G8， 并更换为 M53 发动机。1971年5月8日，幻象 G801号原型机首飞，第2架原型机被改造成单座的幻象 G8， 于1972年7月13日进行了第1次飞行。虽然幻象 G8 原型机在试飞中达到了 2.34 马赫的速度，但它同样没能投入生产。至于幻象 F1的诞生，是在1965年底时，研制计划被正式提出，1966年就完成了首飞，但后续原型机的试飞过程并不顺利。虽然在1967年1月7日第4次试飞中，速度突破了2马赫，但仅隔半年，这架原型机就在试飞中发生意外，机毁人亡。好在有法国空军和达索公司的坚定支持，事故发生1周后，仍下单采购了3架预生产型幻象 F1战机，助其渡过难关。最终，第1架量产型幻象 F1于1973年2月15日进行了首飞，并于1974年3月14日交付法国空军。幻象 F1能在幻象 F2、幻象 F3以及幻象 G 的重重包围下脱颖而出，自然有它的可取之处。
首先，火力军可以肯定，幻象 F1靠的不是运气。若是从战机的性能和先进程度等方面来看，幻象 F1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但它无疑是最合适的。和之前的幻象3一样，幻象 F1也是一款单发单座战机，其机长15.3米，翼展8.4米，机高4.5米，机翼面积为25平方米，它的空重为7.4吨，净起飞重量10.9吨，最大起飞重量为16.2吨。与幻象3不同的是，幻象 F1机动性更强，爬升速度更快。它搭载的是一台阿塔 9K50 涡喷发动机，加力推力有70.6千牛，而幻象3搭载的是阿塔 9C 发动机，加力推力只有60.8千牛。幻象 F1的高空爬升速度可达243米每秒，几乎是幻象3的2倍多。在11000米的高空飞行时，最高速度可达2.2马赫。同时，幻象 F1的作战半径更大，续航时间也更长，武器种类繁多。当其挂载14枚250公斤炸弹，以0.75或0.88马赫速度巡航时，幻象 F1的战斗半径为425公里，它的最大航程可达3300公里。挂载2枚 Super 530导弹时，战斗巡航时长超过2小时。在武器装备方面，幻象 F1的固定武器是2门30毫米德发机炮，备弹3000发。在它的机腹中心和两侧机翼上分别安装有一个外挂架，再加上2个翼尖外挂点，使幻象 F1的最大有效载荷达到了6.3吨，但通常执行任务时一般只会携带4吨。它的翼尖可携带2枚 AIM-9 响尾蛇或魔术 R550 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机翼的外挂架可搭载2枚 Super 530空空导弹或 AM-39 反舰导弹和 AS-30L 激光制导导弹。至于机腹挂架，一般会携带多种对地武器，如250公斤炸弹、400公斤激光制导炸弹、反跑道炸弹等，还可以挂载马特拉火箭吊舱，发射 SNEB 68毫米火箭弹。此外，与幻象3相比，幻象 F1的短距起降能力也更好，缩短差不多30%的起降距离，进场速度也降低了25%，甚至是可在简易机场上着陆。值得注意的是，幻象 F1的经济性也非常高，这一点从后来只有幻象 F1成功出口到了多个国家可以证明。与幻象 F2、幻象 F3、幻象 G 系列相比，幻象 F1成本更低，结构和技术更为简单，因此其研发难度较小，性能和质量也更为可靠。对国外客户来说，他们同样会优先选择价格适中、性能可靠的战机。幻象 F1的衍生型有很多 ，F1A、F1B、F1C、F1D、F1M53等等。其中幻象 F1C 是该系列第一款量产型号，它的衍生型还包括有侦察型幻象 F1CR， 加装空中加油探头，强化空战能力的幻象 F1C200。不过，该机在幻象2000服役后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就在1988年开始转变为地面攻击机幻象 F1CT， 以取代老旧的幻象3E和幻象5。截止到1992年停产前，各种版本的幻象 F1一共生产了720多架，其中法国空军自用的只有246架，其余全部出口到了国外，用户遍布世界各地。不过，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幻象 F1在法国人自己手里，虽然也参加了几次作战行动，但好像并没有取得像样的战果，反倒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幻象 F1表现十分抢眼。如南非采购的幻象 F1CZ， 在1981年11月6日进行截击作战，拦截2架米格21MF， 其中1架被幻象 F1CZ 战机用自带的30毫米德发机炮打成了2半。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南非空军首个确认击落战果。次年5月13日，幻象 F1CZ 再次完成击杀，这次摧毁的是一架安哥拉的米8直升机，机号为 H516 或 H518， 用的依旧是30毫米德发机炮。1995年2月10日，厄瓜多尔声称他们的2架幻象 F1GA 击落了2架秘鲁空军的苏 22M， 不过这说法被秘鲁一口否认。但有趣的是，后来其中1架幻象 F1GA 的飞行员当上了厄瓜多尔的空军司令。你说要是没点关系，火力军是不相信的。当然，幻象 F1在海外作战表现最突出的地方是在2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使用幻象 F1EQ 执行大量截击任务，击毁了伊朗的 F14和美国的史塔克舰船。
在与 F-14的对抗中，首先是双方的实力。伊拉克一方之所以引进幻象战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以色列在第3次中东战争后宣称的幻象3击落48架敌机而自身无损的战机，于是就想引进一批幻象5，可惜谈判没有结果。直至1974年，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访问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就借机再次表达了采购幻象的意愿，而当时幻象 F1才刚出没多久，为了拉订单，最后决定给伊拉克专供一批幻象战机，其型号有 F1BQ 和 F1EQ。幻象 1B 是幻象 1C 的双座型教练机，没有安装机炮，但可携带外部机炮吊舱和空空导弹等武器，也可以挂在外部油箱，以弥补内部燃料的不足。幻象 F1E 则是出口型号，保留了幻象 F1C 的基本性能，并改进了航电系统，可以执行更精确的空对地攻击任务，拥有更远的航程。至于为什么加上字母 Q， 或许是为了代表出口伊拉克。谈妥以后，伊拉克就开始了对幻象 F1的采购，从197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最终采购数量是113架，其中98架是 EQ 型，15架是 BQ 型。而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前，伊拉克只收到86架 EQ 和15架 BQ， 到入侵科威特时，根据订单仍有12架 EQ 和3架 BQ 没有交付，而这15架理所当然被不同立场的法国扣了下来。伊朗一方最早是在1973年底订购了首批80架 F-14和714枚 AIM-54不死鸟导弹，到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共拿到79架 F-14A 战机和240枚 AIM-54A 导弹，并培训了大约120名飞行员和约100名雷达操作员。但由于美国当时的禁运政策以及美国没有提供当时最先进的 AIM-7F 和 AIM-9H 导弹，导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F-14的战斗力。而且当时 AIM-54不死鸟导弹存在库存不足的问题，虽然在1981年伊朗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原来库存的 AIM-7E 和 AIM-9G 导弹集成到了 F-14上，弥补了一些弹药库存，但这些弹药可靠性较差，只能算是比伊拉克那边的苏制导弹强一些，实际也聊胜于无。可以说在两伊战争中，是完全体的幻象 F1EQ 在和半残的 F-14对抗。在两伊战争初期，是伊拉克的米格21、米格23、苏24等苏系战机与伊朗的 F-14、F4、F5 机队的对抗。但由于当时伊拉克米格21和米格23上的雷达信号告警器在 F-14的 AWG-9 雷达以及跟踪扫描模式照射时没有反应，导致空中战斗几乎是一面倒。伊朗的 F-14总是仗着远程雷达和导弹的优势，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很远距离来上一发，使许多伊拉克战机被击落都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据悉，在幻象 F1投入战场之前，只有一次是一架米格21在混战中用机炮击落了一架 F-14，而且真实性至今都有所怀疑。直到1981年4月，两伊战争打了大半年后，伊拉克才获得首批被寄予厚望的幻象 F1EQ 战机，情况才得以好转。1981年11月15日上午，伊拉克空军用2架米格23MS 作为诱饵，主动靠近了在阿瓦茨北部空域巡逻的2架 F-14。F-14凭借雷达优势，自然发现了这2架米格，并毫不客气赶来拦截。当 F-14即将接近自己的攻击范围时，突然有2架伊拉克幻象 F1EQ 从另一边以超低空雷达静默状态迅速接近到距离 F-14仅20公里的位置。这时候，伊拉克的地面指挥人员给出了一个长颈鹿的命令，其象征着幻象 F1的攻击航迹。幻象 F1EQ 得令后迅速爬升，同时打开雷达锁定目标，在距 F-14仅10公里处发射了至少2枚马特拉超 530F 导弹，且至少有1架直接命中，一架 F-14就这样悄无声息被抹除。一击得手后的幻象和米格战机双双掉头快速脱离，全身而退。这是伊拉克空军在两伊战争中第一次明确确认击落 F-14，一举打破 F-14无法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士气。不过 F-14机体大也抗揍，其飞行员和雷达操作员双双跳伞成功。但这事儿并没有完，备受鼓舞的伊拉克空军趁伊朗没有反应过来，仅隔9天又完成了2次长颈鹿行动，同样由米格23和幻象 F1EQ 搭配完成，将击落 F-14的战果提升到了3架。但有意思的是，伊朗飞行员的命是真硬，4名空勤均成功跳伞逃生。自此，伊朗空军提高了警惕，不再轻易让 F-14进入战斗，只让其在远处打游击，监控战场态势，适时来上一发。自此，双方的空中博弈就少得可怜。幻象 F1Q 一看这不行啊，既然打不了 F-14，我就干点
点其他的。于是就在1987年5月17日，向正在波斯湾巡逻的美海军史塔克号战舰发射了2枚飞鱼导弹，结果双双命中，造成了史塔克号严重受损，舰上船员37死21伤。这还幸亏2枚导弹里有1枚是臭弹，不然损失将更加严重。但火力军有一个问题，当时美国和伊拉克不是合作伙伴吗？为什么要打美国舰船？虽然此事最终以伊拉克道歉告终，美国并没有抓住辫子不放，但史塔克号1.42亿美元的修复费好像也没找伊拉克要。等到2伊战争的最后1年，长颈鹿再次出现，此时萨达姆已经表态接受停火协议，但伊朗方面一直没动静，甚至还出兵在伊拉克北部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于是在1988年4月24日，3架幻象 F-1EQ 故技重施，以其中1架为诱饵，把1架 F-14引入了另外2架幻象 F-1EQ 的伏击圈，最后伏击成功。而这次伊朗飞行员并没有那么好运，据伊拉克声称，其击落了飞机，也击杀了飞行员。不过也有消息显示，这架 F-14的飞行员命更硬，死撑着把飞机开回了基地。在2伊战争中，幻象 F-1是伊拉克使用数量第2多的战机，除了空战拦截以外，还执行了大量对地攻击任务，是伊拉克手中为数不多的全能选手之一。伊拉克宣称，在整个2伊战争中，幻象 F-1共击落35架伊朗飞机，除了上面提到的4架 F-14外，更多的是 F-4和 F-5E 战机。但幻象 F-1的损失也不小。据美国报道，在2伊战争中，伊朗的 F-14一共击落了33架幻象 F-1， F-4也沾光击落了2架。而且到了海湾战争，伊拉克虽然还有88架幻象 F-1，但基本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也就开战时击落了1架 EF-111。战后一统计发现，幻象 F-1是丢的丢，跑的跑，一共有9架被击落，23架毁于地面攻击，6架严重损坏，另外24架则飞到老对头伊朗那边去了，后来被伊朗自己用上，补上了 F-14的缺口。再后来，法国空军于2014年退役了全部幻象 F-1战机，远销海外的大部分国家也都选择将其退役。但即使过去50多年，远销海外的幻象 F-1战机依旧在一些国家上空翱翔，如利比亚、摩洛哥、伊朗以及美国私人公司等。作为幻象家族中的老实人，幻象 F-1逆袭的背后是其成熟保守的后掠翼加平尾设计，以及低廉的价格和可靠的性能。它的大量出口和海外的作战经历都足以说明其是一款性能优异的战机，并且满足了在幻象2000出现前法国空军的作战需求，很好的扮演了自己的过渡角色。虽然幻象 F-1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但它的故事还将继续流传下去。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幻象 F-1的故事还有哪些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